北京通州马驹桥，日结大神的聚集地。在经济低迷、就业形势严峻的2024年，这些大神怎么样了？有多少大神挺过了刚刚过去的冬天？又有多少大神能挺过即将到来的夏天？道长吗？什么？看看小伙子兴不去？哎，对，哦，奖金5800。分期购车人员，应聘者不用花1分钱，没有任何成本，只需要在你的名下分期购车，就能拿到奖金5000到8000元。这简直是为日结大神量身定制的工作。但因为本人阅历尚浅，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猫腻与陷阱。如果在座的各位了解，可以在评论区以及弹幕里补充说明。第二天早上我再去的时候，没有看到这位招聘的大哥，有可能是没前来，也有可能是已经招到了合适的大神。你也搁这等活啊？对，这么多人能等得活吗？可以啊，是。哦，我一般都是多钱呢？我看什么活呢？一般200多块钱。200多块钱啊？哦，这一天能来多少活啊？一天能来多少活？这早上吧，这有活就有，晚上好。那现在他们搁这等夜班那种活？对，现在就是夜班。哦。早上那边活多，现在基本上活少。哦。那一般早上都几点来等啊？5点来等，5、6点，6点。现在是天6点多就要给天亮了，6点这就在那边。哦。夏天那时候5点多就好多人。哎，为啥就是在这干那个日结？为啥不就找个长期的工作啊？这不知道，日结每天有钱是吧？不压钱的，每天干出点工。哦，那怎么不送外卖呢？这些人？有的是你这样像我这岁数大的是，做外卖不行吧？汽车了，你的技术好，技术不好也不行。哦，那一般都住哪儿啊？一般干日结？住在附近租房的。我看那附近租房好像也不便宜啊。哦，对，反正是有最低的400-500块钱，500来块钱。哦，这么便宜啊？500的就那简单的，特别小的那种。哦。睡一个人放脚床似的。哦。那就是这种日结活一般累吗？那不就肯定累啊。灵活的，像在这儿都是工地上，以后搬东西的，反正都不轻松。哦。也比肯定没有进厂里面的舒服一点。进厂舒服一点。对啊，厂里面的活没有这个他就是好的就是日结，每天能就是有活就是每天到晚上就能结钱。哦。进厂里面他就压工资的那种的。哦。活又轻松一点。哦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旁边的人力劳务公司贴满了长期工作，但门口依然站满了等待日结的大神。所以这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，那就是进厂打工稍稳定的工作招人难，但日结工作每天寥寥几个却被大神们疯抢。旁边这条不过100米长的街道，竟有10多家人力和劳务公司。如果加上隔壁街道、对面街道，可能有30-40家劳务和人力公司。华鲁盛业、远航公司、龙源人力，这些都是劳务公司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务中介公司。我当时正在拍摄，突然被一位大哥制止。为啥呀？为啥都欠几百万的这个在这拍啥拍？啊，欠几百万？别在这瞎拍了。哦，行。
这位大哥正是之前招聘分期购车人员的那位，我看他才更像是欠钱的那个。之后我在旁边吃了个饭，就准备回到宾馆，明天再继续拍摄。这是美团买的套餐，一个冷面，2个酱骨头，一共19.9块，笔友们觉得值吗？我吃完饭已经是晚上7点05，虽然天上下的雨，但依然有人在等晚间日结工作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到了通州这边，好像物价反而要更贵一点。这个水我在楼下买的是2块钱，但是正常我记得不是1.5块或者1块吗？反正在东北肯定是1块1.5块。在北京离市中心近一点的地方，我倒也没买过这个水，但是它也不应该2块呀。那如果这个水2块的话，那怡宝农夫山泉应该卖多少？它这个只是包装饮用水，怡宝是纯净水，然后农夫山泉是矿物质水，这水卖2块。然后我住这个旅馆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很小，而且怎么说呢，就是品质也很差。我靠这个枕头还好，尤其是这边这个枕头已经看见稍微有点发黄了，而且上面还有破洞。然后这个酒店还是美团上评分比较高，是98。马驹桥那头的酒店都太贵了，实在是住不起。然后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是在那个亦庄的同仁医院旁边，这块距离那个马驹桥是有3.7公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块的酒店都这么贵，有可能是在这个同仁医院旁边的缘故吧。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周围酒店都没有便宜的，所以这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。当然马驹桥旁边肯定还是有一些那种特别便宜的小旅馆，但是那种就在网上就是一般都查不到了，就只能去线下带，而且那种宾馆一般卫生情况和条件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差的，肯定是没有我住的这个好。现在是5点20，我得赶紧出发去马驹桥。早起真他妈难受啊！凌晨5点的北京，天还是黢黑。凌晨5点半的北京通州区的大街上空无一人，但大神们早已经在马驹桥集合了。那肯定的啦，就是招这个嘎叽嘎叽吃的那个臭屁。虽然早已经听说日结大神特别多，但没想到多到这种程度，把整个马路堵得水泄不通。你来等活的？啊，等多长时间了5点就来了。这么多人能找到活吗？感觉这么多人哪这么多活啊？那他们找不着活咋整啊？待着呗，就待一天不干，待不干。我看那屋里好像长期工也不少，咋没人干长期工呢？都年龄大的。哦，长期工不要呗？也有要的，但是少。再就是他们都是搁这干自己的，自由惯了，长期有约束呢。哦。前2年人也是这么多吗？前2年不知道啊。那我看你这岁数好像也不大呀，也不是很大。差不多跟他们40了。啊，你咋不干那个长期一点的呢？完这会儿不行，这要撤了。我这会儿不要饿死了，我操！啊，饿死了！哎，怎么都撤了？天亮了，干道影响。大哥一句要饿死了，说的轻描淡写，但这就是大神们的真实情况。吃了今儿个的，可能就没名了。6点多，城管开始对大神们进行清退，因为住在这里的上班族要开始通勤了。从我来到这儿到城管开始清退，我只看见了5个招工的，而且都是秒没。大多数人都是站在那傻等，要么就是吹牛唠嗑。表面说的
呀，这个科技给人带来什么了？这脑接口，如果把自个大脑里放个芯片，你就受程序控制了，你就不受你自个儿思想控制了，你除了基地了。我放人送他们，是不是哥们儿？都看不懂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还有些傻逼会，哎呀，好，这两个你除了工具了好，你都不是你自个儿了，除了妈逼工具了还好啥？计算机控制，有程序控制的嘞，你就成了程序了，你大脑不长家了都。够了，这看谁去了？够了，那我往两这一个就剩一个，打给多少？这儿的很多人都是非常抵触被人拿着手机拍摄的，期间还有一个人因为拿着手机在人群里拍了一下，甚至差点起了冲突。东北的冬天有一种古老的玩具叫做冰嘎，把冰嘎放在冰面上，然后用鞭子狠狠一抽，冰嘎就开始旋转起来。每当冰嘎没有力气摇摇欲坠的时候，狠狠地抽上一鞭子，冰嘎就又会快速旋转，如此往复。我们又何尝不是那个冰嘎呢？北京很大，大到住了几年也依然还有没去过的地方。北京又很小，小到打工人几千块钱却只能租到几平米的次卧。这有楼间距，稍微伸一伸也能握手了，是不是？附近基本上都是这种很便宜的小吃。就是这块的需求就是便宜、量大、管饱。这个牛逼啊！单间35，床位15起。我刚刚打电话问了一下，那个35的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屋子，然后一个床。这个15的就是6人间上下铺，单间最便宜是850一个月，月租的话。这就是隔断了。850一个月，我说实话感觉还是稍微有点贵，我估计应该是还有更便宜的。要不然这些干日节肯定住不起。这里面我估计应该是有坤啊。一般那种特别便宜的房源，你在网上是找不到的，只能线下来找。好像说有650，好像是。啊，就这屋啊。对。这屋多少钱？700。真强。上厕所搁那上？厕所搁那上？没有厕所。哦。办卡洗澡。你可以洗手间，在楼上的。洗澡法多少钱呢？就是里头40块钱的洗澡，拿回50，有10块押金。用的时候随便自己用。用的时间长，它累时间呢。1分钟2-3毛钱。有的男的用4-5分钟才1块多钱。就洗一次澡1块多钱呗。对，你就用你到里头冲4-5分钟，不就是1块多钱吗？你10分钟的不才2-3块钱？大浴池的不便宜，那个洗一次不10多块吧？洗一次10多块？你外边大众洗浴池去洗一次15吗？不是？750是吧？700，还能便宜吗？不能便宜。这边有点像那个什么。这个便民服务餐车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感觉更像是个摆设呀，在这个一堆人搁这等日节的后面，
就是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工作，综合薪资6000到7000，1500到9000。但是当然，这种工作肯定都是特别累，而且一天工作要12个小时。这种工作虽然累，但是肯定是比日结挣的要稍微多一点。这个公交车上面对面的座位，不知道是出自哪位设计师，真是非常的尴尬啊！坐在这儿，我估计很多人宁可站着，也不会坐那个座位。早起就感觉这个时间特别耐过。我刚搁瓦具桥拍了那么长时间，现在才不到9点，回去还能睡一会儿。不知道大家喜欢这种风格吗？如果喜欢这种风格，就给我点个赞，投个币，谢谢各位。